15万的车智驾水平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要试驾的是奇瑞的风云 T9L。今天呢，我们试驾的是一个猎鹰700的版本。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我们前段时间呢是把这个车从重庆一路开到了成都，300多公里啊，用到了它的这个智驾的部分，表现一路呢都非常的丝滑，不管是城区还是高速等等的路段，尤其是在一些重庆的那种乡间小道，它的表现呢都非常的出色。那智驾毫无疑问是它最主打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呢，咱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它除了智驾的部分，它其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个车刚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把它叫做芜湖小卡宴，卡不卡宴呢，咱今天先不说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前面的这个设计真的还是挺有那种东方美学的韵味的。你不管是它前面的这个点墨大灯啊，还是它侧面整个的那种线条等等，它都融入了很多东方元素的东西在里边。然后颜色呢，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白，它还有其他的好几个颜色，比方说像紫色呀、黑色呀、灰色啊、翠色等等。那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它那个紫色跟翠色的那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就是饱和度也好，或者说它整个那种漆面的感觉也好，都是更加符合年轻人的这样的喜好的。当然你喜欢哪一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来告诉我们。车长呢4.8米，轴距2.92米，后排的这个空间表现是非常出色的，不管是头部啊，包括腿部，其实都是很厉害的。咱们来看一眼，就一镜到底，带你感受一下。你看我现在就是翘二郎腿的情况之下，不管是这个腿啊、头啊，就是你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宽敞。在15万的这个级别里边，它不仅空间很宽敞，而且你看这儿它也是有电调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靠背啊还可以再往后，它的这个调节的角度就是115，然后到125这个区间。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可能会说15万的车它是不是就只能给你做到空间大？不是的，就是你看这个娱乐屏是吧？然后这个小桌板，虽然说它是15万级的车，但是基本上你看这些彩电大沙发就全都有了。一上车呢，你会发现它车里的设计跟外边还是有一点里外呼应这样的感觉的。他们给这个座舱呢起了个名字叫做文房雅居，听着名字是不是就感觉挺雅的？所以也是有一些这种东方的韵味在里边。除了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点偏蓝色的这个内饰之外，它还有一个紫色、一个橙色，一共3个内饰的颜色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蓝是有点偏霁蓝那样的颜色，包括就是你看它就是因为大面积用到了白色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以及有一些这种木纹饰板的点缀，所以你一坐进来，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颜色就是显得整个车里非常的清新，档次感是非常高的。另外呢，就是你前方的这块屏了，15.6寸的，然后里边呢就是基本上该有的这些东西它全都给你配齐了，像你经常要用的什么 CarPlay 呀、CarLink 呀，包括这个 HiCar， 你各种各样的手机它全部都能够支持互联。那里面相应的 APP 咱就不用多说了，就市面上基本上这些常用的它全都给你安排在这儿。它前面的2个椅子都是能够支持这个零重力座椅的，而且在这边呢，你这个电调呀以及通风加热，就这些东西它全有。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电调，它的这个角度，包括就是模式呀是很多的，包括就是它的靠背啊，就是它这个里面也是带这种吸风的，所以夏天的时候感觉应该还是挺爽的。还有一点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这台车它也是有香氛的，里面呢有3个味道，而且这几个味道都属于那种比较偏清新的，女孩子应该都是拒绝不了的。另外呢，你一上车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车里啊完全没有新车味儿，因为它里边的也是给你用到了零醛零苯的材质，所以呢一上来你也不用担心那种就是有害的这种物质在里边了。聊完了空间，咱们再来看后排它其他的一些配置的表现。虽然说这台车它是一个15万级别的车，但是呢，就是它后排给到你的一些配置，很多30-40万的车就是才有。比方说呢，这块大屏，这块屏呢，就是它不仅面积特别大，而且呢也很清楚，你也会看到上面有一些爱奇艺啊、哔哩哔哩这些我们正常看电影要用到的 APP。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儿童的页面，虽然说可能小朋友坐在这儿就是老看平板看电视不太好，但是总有一些应急的场景，你可能需要它就不要吵了，你让它后面看会儿电视，或者等人的时候，哎，这有一个这个大平板，我就放在这儿还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在这儿，你看小桌板也有，底下呢也是纯平的地台，包括这儿2个 Type-C 的口，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级别里面，你要的它全都给你。后备箱的空间表现呢也是不错的，然后底下给了你一些这种比较下沉的空间。打开之后呢，你也可以放一些你不经常用到的东西，往这一放，然后往这一扣，上面呢也是纯平的感觉。关键是就是它后排这个座椅啊，能够完全纯平放倒。放倒之后呢，你放一大床垫，就是到时候你们出去露营的时候，你可能躺在上面还挺舒服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台车给开起来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你们非常关注的智驾环节啊。我们今天这个版本呢，它是猎鹰700的辅助驾驶。现在咱们先来给你感受一波啊。然后开启的方式呢，就在你左边这一块。导航辅助驾驶已激活。你看，其实我刚一打开，它就是非常像老司机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导航设置的这个目的地啊是要向右边去走。
转过来了，是不是？它一点儿都不迟滞。它现在呢是有27个支架传感器，有1颗激光雷达，然后3颗毫米波雷达，以及12颗超声波雷达，一共给你组成了27个支架传感器。刚刚你看到了，其实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复杂的。旁边是大公交，然后这边有个车，它也不是会很犹豫。一般有的车，它的支架你可能就停在那儿了，就不管了，让你自己去接管。这个还是非常老司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算力呢，它是能够给你做到560 TOPS 的算力，所以说像我们今天的城区啊，包括你在一些高快高速，这些它都是能够做到的。包括就是像一些泊车的场景，循迹倒车呀，包括各种各样的辅助泊车的场景。一会儿咱们可以找个地儿，然后给你感受一下，就是它自己在那种很窄的路上停进去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看这块屏啊，它上面显示的非常清楚，包括就是红绿灯的颜色，就是旁边不是有行人嘛，然后有车，它全部都给你清晰的显示在这个。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咱们的这个支架呀发展的有多厉害，或者说功能做到了多么强大，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人车共驾，你不能说你完全的交给它，因为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它还有一个漫游模式，这个呢它其实是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开着这台车在路上，你就不知道这个目的地要去哪儿，然后你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支架，因为它不依赖高精地图嘛，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好的。更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像一些那种大雨天呐、大雪天啊，甚至你看我们今天其实也走了一些小山路嘛，这些地方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它是不是不太行，它都是没问题的。而且你看我们从出发就这一路，基本上就是它一次都没有让我们接管过。这一块其实真的挺复杂的，你看两边全都是这个停车位，但这台车它速度也没有说那种特别慢。它现在的这套猎鹰700呀，它识别最广的有300米，所以就相当于是那种3个大足球场了。哎，这个地方你看啊，比较紧急，咱们看它怎么处理。你看它真的太像老司机了，有没有？就旁边那个车，其实刚才这条道特别窄，它也完全不犹豫。哎，我稍微让你一下，我就继续往前走，就跟人的这个想法跟老司机的想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最后呢，再来跟你做一个智驾的小总结。虽然说今天咱们没有上高速，但是其实你城区的表现，包括我们今天在这条比较复杂路况的这样的上路，你基本上真的能感受到就是它的智驾的表现。整体一路你看，首先第一，我觉得一直都没有让我们接管过；其次就是你看它每一次处理，包括有一些分叉的路口识别行人，你看这会儿又来车了，好的，你看它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操作啊，就是它不迟滞，它在避让行人，它在这块识别到了行人，但是你看它没有完全说立在那儿，它还慢慢的我再往前蠕行，这个逻辑真的是太拟人化了，所以其实真的挺好用的。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 4S 店，然后去感受一下，一定要去试一下它的这个智驾。在这条路上呢，也来跟你聊一些它在动力上面的一些信息。我们今天这个版本呢，它是一个4驱的，然后双电机，它的这个0百加速呢也是能够做到5秒级。它的这个底盘呢也是用到的是前麦弗逊，然后后边呢用到的是 HB 的4连杆。其实整个的它调的还是比较偏舒适的，但是呢，就是舒适的同时，也是给了你一些有点这种运动跟操控的感觉。所以呢，再配合上它的这些减震啊等等，你会感受到就是很稳。不管是你去拐一些那种大弯呀，包括就是你起步加速等等，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它的纯电续航是能够做到200多，然后综合续航2000多，然后它从30冲到80呢，也是只要14.5分钟，所以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你要是平时不去那种很远的地方，正常的这个上下班200多公里，其实也足够你一周一充，然后去到一些很远的地方，你用它的油电就一起，这个也是足够的。说到驾驶模式呢，它也是有6+1种，除了正常的纯电优先、燃油优先，它还有一个 AI 的自适应，包括像什么雨雪天啊等等越野这些，它都是给你考虑到的。所以其实15万几你买到一台就既能给你家用，偶尔呢你也能开着这台车然后出去玩一玩，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非常的适合家用。正好呢，咱们现在在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区域，然后有一个停车点，它其实没有划线，然后我们现在让它来停。哎，它识别到了，识别到之后，我们就是点击开始泊车。开始泊车，注意周围环境安全。OK，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踏板包括方向盘交给他了。哎呦我天，前面那条有点窄，吓我一跳。一把进来了，哇，这真的怎么样，朋友们？你们给这个泊车打几分？
总之呢，你会发现15万级别买一台风云 T9L 真的非常的合适。首先呢，就是它的支架表现，你们今天也看到了，就是非常的丝滑，尤其是我们在那种山路的时候，像那种就很大的盲区，这些它也能够识别到旁边的行人，包括就是要过来过去的这些车，支架表现我觉得真的是第一梯队的。另外呢，就是今天咱们也看到了它车里的这些彩电大沙发呀，包括就是智能化的部分，还有就是空间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如果说你买它当做你的这个家庭的第一台车，它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就是你看它的纯电续航200多，对吗？然后综合续航2000多，就这个数据我感觉真的是挺值的了。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真的可以去 4S 店去试驾一下。更关键的是，如果你要是对支架有更高的要求，猎鹰700的这个版本你可以好好体验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这期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底下跟我聊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